嗨，大家好，我是然然。今天想和大家聊一聊如何应对负面的评价。起因呢，是因为前几天发了一个视频，然后这个视频意外的热度非常的高，因为诸多原因，在评论区中恶评的比例是相当大的。想到出这期视频呢，是因为看到了这样几条评论。首先是这一条，当然还有委婉版的。总结一下呢，就是无论你是那个讨厌我的人，还是其实你真的是想关心我的人，他们其实心里都会觉得有心理疾病的我是很难承受打击和恶评的。在此呢，我想替所有跟我有一样状况的大家说一句说，心理敏感不代表心理脆弱，精神疾病也不是精神异常。为什么我被喷了，我不能笑呵呵的呢？你想象中我被喷了之后该是什么样子呢？双向情感障碍患者或者是抑郁症患者，他确实情绪更敏感，更容易被受到伤害。但是我们一直以来在努力做的事情，不就是去克服疾病带给我们的这些 debuff 吗？就是我们要去完善自己的认知，改变自己应对突发事件的方式，这样让心理敏感这个特点不会对我们造成更多的内耗。我过去呢是个非常在意别人对我看法的人，讲个故事吧。高中的时候，我觉得我自己这个鬓角这块很秃，当时，然后呢，我就买了小红书上的一款生发液。结果呢，那个快递到的时候，这个包装就是这么大一个盒吧，它是纯红色的那个，然后有白色的小红书三个特别大的字儿，就是那个包装大家都见过的。然后我就因为这个事情特别的害怕，我不敢把它明目张胆的带回去，我就特别小心的把它从快递站慢慢拿回宿舍，因为我怕别人看到。然后被我同学撞到了嘛，我同学就是很自然的问我说：“哎，买什么了？”我当时忘了，我随便编了一个，我就不敢告诉别人我买的是这个。为什么呢？是因为我害怕别人觉得我是一个会网购美容类产品，是一个很在意自己形象的很臭美的人。这个虽然在我们现在看来明明是个很正常的事情，但是我在曾经就是一个怕别人的看法怕到这种程度的人。但是这次的网暴事件呢，我只是最早有点难受，然后很快啊就调整过来了，以至于我看到了这样一条评论。这一刻我其实真的很开心，就是有一种看到自己终于成长了的感觉。所以现在来教教大家我是怎么做到这一点。首先，我先给大家分析一下，为什么很多时候你会看到恶评总是大于中立的态度。这其实有一点幸存者偏差，因为你只能看到那些想留下评论的人留下的评论，你只能看到那些喜欢引战的人发出来的引战的消息。也就是说，实际上有很多旁观者，他知道客观的事实跟真相的这些人，他们是没有自己的欲望去发表自己的评论的。他们知道事情是怎么样的，但是他们懒得参与其中帮你说话，凭什么帮你说话呢？因为其实越客观的人越倾向于就是分析一下这个事儿的走向，然后在心里琢磨一番，说这个事情大概是这样的，然后心里为你感到一些同情。我不喜欢参与到一场没有意义的辩驳当中，所以呢，这可能导致你很少能看到中立的言论。想当然的，你就会觉得啊，我感觉这个全世界都讨厌我，怎么谁都这么讨厌我呀？我是不是所有人都觉得啊，我就这个是这个败类啊？我天，不配活着。那其实根本就不是这样的。随后呢，把你这个感官的心先放在一边，不要想这个恶评它攻击了你什么，或者这个恶评会不会导致别人看了一起讨厌你？就是你要冷静下来，就是你呢要去做一个分类。就你看啊，这个恶评啊，其实一般有两类。第一类呢，它是情绪占上风的，就是对方很愤怒，就说啊，你这个傻逼，你这个，我的天呐，你，对吧？一类是这种，反正是负面情绪嘛。一类呢，就是逻辑占上风的，对方就是觉得你有些地方做的不正确，需要被指责，这是另外一类。我一般倾向于先看后者。那我发出一些东西的本质目的肯定是为了跟大家交流，所以听到大家的中肯的不同意见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接下来，如果一个人觉得你做的不对的话，他肯定和你价值观、世界观、人生观中某一点或者多个有极大的不合。比如举个例啊，我看到很多人说我嘲笑那个孩子不会解不等式，然后大家觉得我的这个嘲笑呢，反映了我的价值观不正确，代表了我没有尊重别人，这是价值观。
然后我也看到有人说我怎么可以让大山里的孩子去想，也许我可以保持现状呢？这是因为大家觉得我的人生观不该这样，我不该劝别人不去奋斗的谋取一个所有人眼中的更好的未来。对，这个是人生观。那么说我已经这么大了，我居然没有意识到这个世界的资源分配是不平衡的，这是什么？这是他们觉得我的世界观是不够正确、很狭隘的，对吧？你看，就在这3个例子分别对应了这3种可能性。好，到此为止，往下一步看。也就是这个时候，你其实面对这些呢，你其实是有2种反应。第一种，就是你发现他们说这些很中肯的话呢，其实呢，你本来就不是反对的，你本来心里也知道这些，只是呢，你当时表达的时候呢，没有侧重于说这些东西，结果大家误认为你根本就没有想过这些啊。也就是说，我这次的事情其实就是这样。很多人说我没有去看那些中立的评论，我肯定看了呀。那么这个时候不其实就是一个误会吗？你其实去做一些澄清就可以去解决，所以我出了一个澄清的视频。毕竟我本身的意思和他们眼中的我的那个意思，它确实不沾边。之后呢，你的另外一种想法呢，可能是我的天，他们居然这么想，就好像比如说你说这个大便不是人吃的，他们非说啊我们那儿就是吃过，然后或者是你觉得大便这个东西吃着就是香，别人说你怎么能这样？然后你们就是真的很有冲突，你觉得我从来没像他那样想过，他怎么会这么想？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就要去想了，他说的有道理吗？你去站在他的位置上，你去以他的身份境遇，就是去思考一下他的想法合理吗？在他的角度合理的情况下，在整个世界的价值上，在你的价值上，这个东西需要你去学习并且存纳在你的世界里吗？如果是的话，那就虚心接受，这不是一件坏事，相当于别人帮你在思维上面进行了一些成长嘛。但是如果你发现他们说的也对，你说的也对，但你们2个呢，就是不可调和的那种矛盾。这个世界上有很多这样的矛盾，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又发现大部分人跟你想的不一样，那你就要接受啊，你可能有时候就是那个孤独的孩子，在看那个情绪占上风的那一方，就是指着你口吐芬芳的那种。就是你要明白，世界上有些人他就是很容易被情绪煽动的，而这类人往往呢也更容易被感化而消除对你的恶意，所以就是不要感到害怕。就比如说高中的时候吧，不小心被别人误会我是吊着某个男生了，但是呢，其实很多人客观的知道我的性格，知道我们相处的一些过程，他们知道这个事儿是个误会，我根本就没有那个意思。不过呢，当事人呢，他就是很愤慨啊，他觉得我肯定深深的骗了他，他煽动了自己周围的好朋友啊，一些人就是一起来讨伐我。那这个时候呢，他们其实只是发泄一个情绪，但是高中的时候我没有这么想。我自此以后非常害怕那个班级，我觉得那个班的人一定都很讨厌我。然后平时我去操场的时候都会绕开那个班。但是等到我成熟了再去回忆，其实这个事儿过去1个月，那群人就没有人这么想了，就根本就没有人那么关心你这个事儿。大家只是凑巧的参与到这个事情里，发表了一下愤怒，发泄完呢，仔细一想说，哎，好像也没啥事儿，我为什么骂他来着？那这事儿就过去了，其实。所以呢，这类指责呢，看上去非常可怕，看上去他非常激昂，好像跟你有深仇大恨一样。但是其实对方的理智并不是很强烈，而一个人如果想根深蒂固的指责你、厌恶你、讨厌你，那他一定是在理性上有那种非常客观的讨厌你的原因。所以其实这类人看上去恶意很大，但其实反而没有那么在乎你干了嘛，过了一段时间把你忘了，所以就不要担心他们。很多时候啊，其实都是你比较敏感。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以前是这么想的，我觉得我只有觉得一个人可能都把我的宠物杀了，我才能气到这么跟别人说话，因为我平时不会就是情绪很激动的去骂谁，我会这么想。但是其实呢，你要明白，世界上很多人他们就是很喜欢情绪用事的，而且这并不是一个缺点，在社会上本来就有很多情绪容易被煽动的人，跟很多更倾向理智的人，他跟你的人格其实有很大的关系。而且刚刚我说的情绪激动的人，
在社会的很多活动上啊，在很多事情上是非常需要这些人的。所以呢，其实人害怕对自己的恶评，本质上呢，就还是怕意识到自己很孤单这个事实，就是发现自己真的格格不入，跟谁都不一样。要不然呢，就是怕别人孤立自己，别人都讨厌我了，或者觉得自己是被别人误解了，被别人当成了一个很讨厌的样子。但是比如说在这个网暴的情况下呢，我觉得完全就没有这个孤立的问题。因为你说这个网友骂我再多，他也不能抄着家伙来我家门口干我吧？哦，如果在座的哪个人呢，我天呐，觉得我这个不惩罚我不痛快，然后必须要拿着家伙来跟我这个什么的话，请提前1个月告知我，我去练练什么跆拳道啊，给我留条活路吧。但如果你是在工作和校园中被广泛的恶评了的话，最好还是想办法澄清一下，因为不然社交上会出现问题。就是在一个你每天生活的地方被众人排挤，这个感觉真的是非常的难受，因为它直接相当于剥夺了人的社交全能，这个事情太可怕了。而我是对此深深有体会的，深深有体会呀。当然了，很多时候呢，也没人想听你的澄清，因为大家喷的其实都不是你，他们喷的是自己想象中的一个人。对，他把你带入进了这个，他非觉得你就是那样的人，所以你澄清什么呢，他都不会信的。你也要接受世界上可能就是有这样的人。当然呢，还有一种状况，就是真的是众人独醉你独醒，就是你发现自己的事情其实是超越这个时代的一些思考，而别人确实是落后于你，你的思想兼容了他们，但他们不理解你，并且攻击你，这个情况是可能发生的。这个吧，我只能说，大不了还有网友陪你聊天，世界之大，网络上总有跟你看法三观一样独特的人，真的是这样。很多时候，当你选择用更加客观、更加多维的方式去思考跟理解这个世界的时候，其实也就意味着你在走向不合群，相当于你在收获了很多理性上的东西的时候，其实你相当于放弃了自己和众人一起傻乐、其乐融融的这么一个小小的权利。就是你一定要相信，就是只要你是个不错的人，那么你周围的圈子里用脑子生活的人一定比用脚过生活的人要多。人们会用脑袋、用眼睛看到真正的你的。我们会知道一件事的发生有很多原因，他们不会因为一件事定性你。就是如果你身边大部分人都是那种会因为一件事情就定性你，然后从此都用有色眼镜待你的话，我只能说明你所处的处境根本就不适合你，就是你本来就不该跟他们为伍。最后呢，我想说的是，人真的一定要学会在任何境遇下都努力的活成最让自己开心的样子。这看似是个非常站着不腰疼的说法，但是有没有可能，我真的是一路经历了各种各样的绝望，在不同的年龄段面对了不同的绝望之后，最后得出的结论呢？是我在真的是抑郁啊、沮丧啊很多年之后的一种被迫的乐观，其实是一种很坚强的乐观。就比如我会想，这阵子这个视频1000家人在看，有900个误会我的人，但是呢，会带来100个喜欢我内容的人。但是平时我的视频最多就100个人同时在看，顶多中间有80个人觉得我的内容好。是呢，我还得感谢这个事件，让我有机会被更多的人看到，因为被更大基数的人看到，我就能收获更多跟我思想相通的灵魂。而且那900个误会我的人当中，起码会有200个会觉得，他是不是说的没明白呢？我再观察观察他之后说别的呗。然后他们就会发现我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了。你就这么想，你自己会是个因为别人做一件错事就永远觉得他不好的人吗？你根本就不是啊，甚至你会觉得，怎么可能会这样呢？那别人大部分人其实也是这么想的。简单先说这么多，不知道这些对你们有没有帮助，但我其实就是通过理性来压抑自己失控的情绪吧。就是这样慢慢走过来，所以才自己有一套像系统一样来帮助自己这个控制心情的这么一个小教程。不过当然还是要靠吃药。所以我希望大家知道呢，就是在生病了之后，你除了吃药之外，你还是要学会怎么努力的去开导自己的。因为毕竟我们谁也不想成为别人眼中的脆弱的弱势群体，凭什么我们是弱势群体，对不对？
我们没有自己的意志吗？前面是我想说的，然后后面的部分呢，是我觉得会有人讨论我这次到底是不是被网暴，因为我在上一条解释的视频底下，其实就有人表达自己的观点是，明明有很多中肯的评论，为什么我非只发出一张恶评？首先呢，我定义它为恶评呢，是因为它上了热门。美食的观看人数呢，就是都同时超过1000人以上，而在这个时候呢，我其实会同步看弹幕跟评论。虽然我刚才说那么多，但是别人怎么评价我的，我还是会在意的，我其实都会去看的。那当你看到有2/3的是在质疑你，然后这2/3中又有1/2是用比较恶毒的言语来说你，甚至有很多人私信来诅咒你，你会不会感觉这个或多或少还是让自己受伤了呢？尤其是在我的角度上，我是觉得我是被误会了的，因为我不是那样的人。所以呢，我觉得呢，这个有点类似网暴，但是呢，就是如果你觉得这个不算网暴的话，我觉得呢也是对的。因为我不在乎这个事儿到底是不是网暴，我只是聊一聊，如果有负面评价的话，一个人要怎么去面对。然后我再补充一下关于基因论。说实话，你知道吗？当我跟我的朋友们，大部分人平时口头语说到基因的时候，我们的理解其实就是你这个天生在这方面就是没那么机灵吧。就比如说，我会说你动手能力差，然后就它只是类似于这样的一个特质。我不知道为什么大家会把基因分成优等跟劣等，并且去用基因定义一个人的整个人。我的意思是，这就类似于你看到了一个黄色词汇，别人平时呢拿这个黄色词汇当梗，就像牛逼、这个词，我说出来呢，我只是想要表达一个我靠的心情，但是呢。你呢？因为总觉得别人在冒犯你或者怎么样，你非觉得这个词后边的那个字是一个性器官的词，你觉得这是一个低俗的事情，我不能这么说。我觉得这个事儿其实就是这样。好啦，如果刚刚这些很有力气的话，让你觉得我在不客观的宣泄情绪，那么呢，我就是再重申一下我上个视频说过的话，就是我觉得我的观点和一些言语对我自己来说很重要，因为它构成了我是我成长路上的一部分。但是对于别人呢，别人把它当屎看呢，是大家的自由，我不觉得有什么。就是还是回应开头那个评论嘛，说你一个有过精神疾病的人，被这么骂了，还能这么笑嘻嘻的吗？现在和你说的是，我早就决定。未来无论再发生什么事情，我都要笑呵呵的。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乐观，这真的是来自于我一路的各种苦痛。希望我的视频有帮助到你们哦，拜拜。